乐高有一个最灵魂的玩法，加灯。今天的半决赛就是要用灯创造出白天黑夜截然不同的故事。层层淘汰后，留下了4组选手。节目组准备好的4块地板上分别是住宅、商业、工业和公共空间。但最狠的是，上次赢得冠军的金发组获得的特权，竟然是给其他组指定街区。半决赛关头，正是下黑手的好时候。Pretty bummed, actually. I had ideas for everything else but that. I hate you, Trent. I hate you, Josh. 结果金砖组这边转头就来了一手绝地反击。By day, opening, and it looks like there's workers coming in to put all of the artwork together. But by night, they're stealing it. 但想把这个听着很屌的计划实现出来，除了要用节目组发的8个灯具，还得克服各种只有在搭建时才会发现的问题。透明砖做成的玻璃，在灯光测试时发现什么都看不清，不得不拆掉重搭。不一会儿，评委又建议他们把斜屋顶改成欧洲博物馆的经典穹顶。短短12个小时的比赛，他们就创造了一套堪比街景套装的模型。12个小时后，准备熄灯。白天是博物馆的开幕式，门口有参加剪彩的演奏乐队和游客，工人们将艺术品搬进馆里。但是，一旦到了晚上，光改变了整个故事的焦点，真相浮出水面。搬画的工人其实是劫匪伪装的，他们将画从后门偷运到货车上，这是一起博物馆抢劫案。白天的热闹，夜晚的阴谋，组成了一个精彩的故事。 And I actually really like the way you've lit the fountain up, just like a fountain would out the front of a museum. Super happy, guys. Well done. Awesome, guys. Good job. 乐高加上几块钱的灯具是怎么在这些大神手里秀起来的？金发组有优先选择权，所以从4个街区中挑了个最简单的居民区。但2人搭着搭着，发现这是个坑。居住区虽然感觉最简单，但却限制了发挥，搞不好就沦为了剩下3组大神的背景板。压力之下，他们终于想到了能逆转局势的点子。Seems really obvious now, but a haunted house. 白天的居民区坐落着2栋带出售的楼，但是好好的楼为啥要卖掉呢？到了晚上，屋内的灯光亮起，原来这是一栋凶宅。只差1步就能进入决赛的关头，我以为眼镜小哥紧张到衣服都湿了，直到我在看到这个。这2栋低价售出的楼盘引来很多看房的人。Let's go. Yo, I'm like an addict. Do I gotta have it? I ain't even playing. Got a really bad habit. 可以说这个民风非常的淳朴了。鬼屋最大的缺点就是红房子背后的恶魔。这本来是个晚上才会升起来的机械组，结果他俩没处理好，最后只能固定在那儿了，导致故事在白天就被剧透掉了，失去了惊喜。本来这种失误足以让他们被淘汰掉，但夜晚的效果力挽狂澜，一下子就打通了昼夜2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 You're very lucky in that I think the night is helping your model a lot. Together, both at day and at night. Well done. Thank you. 众所周知，乐高分为普通的和加灯的。乐高大师的半决赛就是用灯讲述模型昼夜完全不同的故事。4个街区中，长发老哥被分到了商业区，他们准备搭建一个大型公司的总部。这家公司正在制造某种能帮他们赚到一大笔钱的黑暗药剂。夜深人静时，大楼中实验室的所有细节就会暴露在灯光下。长发老哥的楼越搭越高，慢慢的都用上了梯子，难道是塔王组的意志继承吗？但问题是，这么大的建筑，节目组就发了8个灯具，想要保证足够的照明和焦点分布都挺难的。对于一路简单模式闯到半决赛的长发老哥组，问题不大。BS 公司总部实验室发生了一场爆炸。警察铐走了负责人，而真正的幕后老板已经跑路了。直升机下的超级英雄拿着一瓶药剂，准备遁入黑夜中，深藏功与名。虽然长发老哥一直都很强，但这个作品昼夜的反转不够明显。1楼的旋转门选错了颜色，让人看不清。再说说有意思的地方，实验室闪烁的灯是红色透明砖和旋转的黑色半圆组成的。楼顶的直升机就像真实的直升机一样震动着，灯具分别强调了整体不同的焦点。I've got to say, I think it's great. Well done, guys.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s, guys.